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跟以前在韩国做女团完全是感觉不一样，因为现在已经30了，对，心境上真的有太大的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，然后觉得就是只要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就很好了。但是现在呢，30了，然后更加的成熟，更加的稳重，所以在舞台上面，我会更加的自信了。我觉得最满意的舞台，其实很多舞台我都很满意，大碗呐、Man 台呀、傲娇呀，都很满意。但是，我最满意、最开心的一次舞台，我觉得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摇滚，然后我就把自己唱哭了，最后特别的激动。我觉得在乘风破浪的舞台，嗯，遗憾就是还有很多姐姐没有合作到。是很多在乘风破浪的这个姐姐的舞台有尝试了很多的造型，但是音乐剧的这种形式还没有尝试过。对，这个是我最想尝试的，就是百老汇音乐剧的这种感觉。武功选队长的时候，静姐跟李斯他们两个之中，我选了静姐。这个不是为了赢，其实我选哪一边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我是觉得，因为我选静姐，是因为我们从3公、4公一直到5公，基本上都是整个团队一起，在一起往下走，所以可能在这个阶段，已经快到总决赛的这个阶段，更多的是时间太紧迫，你需要更好的默契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磨合。亲爱的大家，我现在马上要过安检，稍微等我一下子。好了，辛苦大家久等了，我来了。那个，我继续回答问题哟。有老师问说，希望大碗组原地出道，我有什么想法期待是吗？我是真的还蛮想看我们自己大碗组的团综。其实我们自己私下也在讲说，有没有什么机会我们能够自己去旅游啊什么的。我有看到老师问，因为我是从上面开始回答的，我有看到老师问说，刚回国的时候没有什么观众认识我，会不会后悔回国的比较晚？确实是，可能我们 Miss A 回国发展的次数是少的，然后很多就是国民认知度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是觉得，挺好的。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起起伏伏嘛，所以我也很珍惜这段时刻，因为我觉得这都是让我成长的过程。我也有过心慌的感觉，因为我在想说这段时间我应该是继续坚持我所爱的这个职业呢，还是开展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呢？我也有过彷徨吧，刚回国的那段时间。我觉得乘风破浪的姐姐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真的是转变了我现在这个阶段的很多东西。我很开心能够遇到这次的机会，并且我也很珍惜。因为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更多人，她可能不是说爱我喜欢我，但是她认识我了，她知道我了，知道我叫王菲菲。可能很多时候像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叫王菲菲，可能知道 Miss A 里面有一个人叫菲，但是不知道他是哪一个人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三公我得到观众喜爱度第1的时候，静姐把我推飞了。其实我都忘记，我不记得那一幕了。当下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因为经历
那个3公真的是我经历就是起跌太起伏了，那一期我的心情，我整个人就是。所以其实我在看那个观众喜爱度排名的时候，因为上一期我应该是12名吧，我是从那一页的尾巴开始看的。我说，哎，有没有看到叠字？因为只有我是叫王菲菲2个字是一样的嘛。然后我说，哎，有没有看到叠字？啊，又没有我，说完了，可能我又在第2页了吧？这次可能大家又没有那么喜欢我了。然后没有想到往前看，最后一个看到居然第1名是我的时候。哦，我真的是就直接整个人愣在那儿了。我觉得比赛到现在，其实我现在是最没有压力的，总决赛是我最没有压力的。我那天我简直快乐到飞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当然就是总决赛的时候，就是静姐、还有朵姐、还有可唯，他们有把我唱哭，就是把我们组所有的姐姐都唱哭，那个真的是感动，因为有回播过去的一些影片嘛，所以就是看我们一路走来，然后想到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的那一段，就是不舍的那种心情，所以我就流泪了。但因为真的是我每一期都会流泪，因为真的太好哭了，这个节目，我的天，怎么那么好哭？就是很感动。然后其实总决赛那天我是很开心的，我从开始表演我的节目开始，就一直在很嗨的状况，因为我没有再去想结果的事情了，因为走到总决赛就是一个。走到总决赛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我没有什么遗憾，我没有什么就是再去紧张的事情，就到这个阶段我已经完全去放松了。啊，我有看到老师问说，在节目里面最想跟哪一位姐姐合作？目前我想想，还有张雨绮姐姐没有合作过，还蛮想跟她合作一次的，因为她是狮子座，对对，还蛮想跟她一起合作一下的。6公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当队长，为什么我放弃了？因为我觉得，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，这个队长一定是要有更多的时间，然后更多的精力去把握好每一个很小很细微的点。对，就比如说像在选歌呀，然后这首歌是谁唱呀，然后大家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呀，还有就是跟节目组的对接的工作等等等等。其实我觉得队长他不是一个，只要是你的专业好就好，就是一定是好队长的一个人。我觉得他一定是全方位的。而且现在就是一路走来，大家都是一直在一起的，所以相对起来都是很熟悉。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排练啊，或者练歌啊，像以前就是一定要提前好几天，大家一定要练好几次才能够，比如说唱齐。但是像总决赛这一次，就大概合了2次吧。就是已经能够把它唱好，然后唱得很好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默契。而且我觉得静姐她就是一个像一艘船的船长，她就是那个掌舵人，因为她知道大家的需求，然后她真的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一个人。别看他平时就是好像有时候不讲话啊，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他不太高兴，但是他真的很用心的在观察每一个人。他观察大家的需求在哪里，观察大家的，就是方方面面，所以我觉得他当队长是很合适的。成团是不是我的终极目标？我觉得应该这么说，成团不是我的唯一目标，因为其实我刚来这个节目，就是应该是来这个节目之前，我有犹豫跟考虑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要来，是因为真的是有舞台。而且为什么我每一期都那么的紧张，压力这么大，就是因为我希望留下来，因为这样子我才会有下一个舞台，我才会有更多突破自己的机会吧。
我出道10年前的自己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真的是很懵懂的一个状态，就是那个时候自己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出什么样的歌，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，我应该跳什么样的舞，然后呢，我应该要怎么唱，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什么妆容，什么发型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公司来安排，并且我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根本是不懂的，然后也不会去想说我对自己有什么要求，就是公司觉得你这样好，他就是我就认为说这样是好的，然后就每天努力努力努力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对我自己平时的穿衣打扮来说也好，舞台上的音乐、灯光、运镜，就是要求就是越来越多，对自己的要求就越来越多，更加追求完美。因为你有了阅历，你有了经历，跟现在已经30岁了，你想表现的这种感觉是跟20岁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新女团一个接着一个，作为前辈，我是怎么看？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就像看到之前的自己，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一个过程，而且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，一定是他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。因为我现在在回想我 Miss A 的时候，我每次都是很感慨，会觉得说太好了，很好，我感恩我的人生当中就有这样的一段经历。粉丝说你才是不会哭的孩子，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就是我的哭不会因为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其实我是蛮常哭的，但是我的哭都是因为我被感动，或者是我自责，我会自责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很辛苦，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，然后很辛苦而哭，这个是我不会的。粉丝说你，拍戏的计划是一直都在有的，我也很喜欢拍戏，但是现在目前的话，还是想把唱跳这一块给做好。音乐剧舞台的这种风格也算是吧，跟 Henry 合作过的那一次，但是我是想跟就是姐姐们在舞台上有那种，比如说像Chicago 啊、芝加哥的这种比较爵士的这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感觉的百老汇的音乐剧。我这次来到乘风破浪，有交到好多好多的朋友。其实我自己本身的性格真的是很宅，然后以前孟佳都是打着骂着我说你能不能出去玩啊的那种，可不可以出去交一下朋友？所以就我觉得，而且在我们的这个职业，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年龄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真真正正的生活在一起，我觉得真的是太难能可贵了。因为我很感恩这次的机会能让我们朝夕相处，每天从早上一睁眼刷牙到闭眼的刷牙都一直在一起，所以就是能够在这样的年龄能够遇到好朋友，真是太难得了。我说一下大碗宽面的那个虎皮裙，那个虎皮裙呢是在16服装里面，然后姐姐们自己选的。就是当时我看到它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扎眼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孙悟空，这个也是有点夸张。没有想到后来怎么网友给我 P 成什么金箍棒啊，什么对紧箍咒啊这种图，他们脑洞也是非常的大，但是我当时纯属是觉得说还蛮酷的。好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其实还有好几个问题我没有回答到，然后谢谢大家一直听我在那唠叨说话，然后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当面见哦，辛苦喽，谢谢大家。